市场觉得如果特朗普当选了总统之后会对中概股不利，这是真的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奇葩法来分享一下，当年特朗普开始打压中国之后，其实对整体的港股都不太好，但是奇葩法就是把握了这个机会，不但自己赚了很多的钱，也带领了 GMP 的同学们一起赚了好多的钱。那今天我来访问一下奇葩法，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大家看到最后一定会学会如何把握下一次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带给大家的机会。那访问奇葩法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3年半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得2020年底的时候，特朗普宣布了一个政策，把30多家中资股票列入黑名单，也就是说，只要你是美国人或者是美国机构，你都不能去买。如果你持有了那些股票的话，也要在特定的时间之内把这些股票卖出。这也使到当时很多的机构和指数都剔除了这些股票，导致这些股票在那段时间跌了30%到40%。而奇葩法呢，马上分析这30几家公司，最后呢是精挑细选了6家公司，分享给 GMP 的同学。那6个公司从3年半前直到现在呢，它的回报也是非常的丰厚。这6只股票每一年的股息也有超过6%以上，把它们稳定派发的股息也计算的话，过去3年半平均是涨了超过132%。而奇葩法最看好的那一只，在虎年开头的时候，在 YouTube 跟大家分享过的那只股票中海油，它是涨了超过324%哦。而最差的那一个，它也涨了超过48%，这也是完全跑赢了同时期的恒生指数。恒生指数的回报还是负37%啊！而当时候我还记得奇葩法的好朋友马老师，他也是一个基金的老板，他也温馨的提示了奇葩法，跟他说要远离这些股票了。而当奇葩法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反而是更有信心重仓了这6只股票。当然这些已经是过去的事情，那奇葩法不如你现在过几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握到这个等了4年的机会。好，首先我补充一下，其实当时的股价低的时候，这些股息是不止6%的。现在这些企业派发的股息有超过6%，当时股价大约是现在1半左右，那些股息已经是超过了10%。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买股票要等它便宜的时候买，这个时候股价低，等于是分母小，我们每年收到的股息作为一个百分比的话就会高了。那怎么样能够把握到这个机会呢？我觉得有3点是很重要的，而这3点更加是我们怎么去看世界，是一个做人的智慧。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是智慧比技巧更重要，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个人觉得，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就将会是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中。所以我们相信的东西，我们永远是对的。所以经常我们看新闻，哎呀，中国好惨啊，美国又打压中国了，香港完蛋了。如果我们经常看这些悲观的新闻，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悲观的话，就算机会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看不到，反而我们只是看到悲观，到最后是自己错过了很多的机会。也有一些人经常怀疑这个世界到处有骗案，这个人是坏蛋，那个人是割韭菜，结果自己也变了韭菜。我从10几年前开始，在香港这个全世界房价最贵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觉得在香港要做楼奴，我是业主，楼是供我的，我是他们的主人。所以我在03年开始做到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了1个亿。物业在香港虽然贵，但是我是受益了。所以除了我相信我是业主，楼是服务我的之外，我也看股票市场是我的提款机，我可以源源不绝的在股票市场里面提款去买楼啦，去享受生活。当然大前提是要学习，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学习。比如说我以前是工程师，要不要上大学学工程啊？后来我做了资讯顾问，要不要去 MBA 呢？同样的，在股票市场里面也要学。而好消息就是在股票市场里面所需要的是一些简单的知识。那当然第2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还是不能够盲目的去相信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还要配上理性的观察和分析。就像在2018年的时候，我分析到香港的楼价已经是到了顶了，当时也有报纸记载着我对香港的楼市的看法。所以我在08年开始减持了很多的
物业也是有公开的告诉过大家，香港的楼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投资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平时要不断的学习，因为当机会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拥有能力去分析看懂这个机会的话，我们才会有信心去把握。要我们周围去问人家的话，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都会不一样，我们也不会有信心。特别是在股价跌或者楼价跌的时候，虽然是个好的机会，但是大多数的人在那个时候都会是恐慌止损离场，结果是离在了最低点。那回到了2020年年底的时候，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确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因为这个世界上赚钱的方法有很多，但是这个方法要跟自己的性格吻合，这样我们才能用得出来，要不然道理谁都懂，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举个例子，当时特朗普宣布了美国的资金要撤离这些股票，那我们首先要问自己，我们是短期的投机的交易员还是长期的投资者？如果我们是短期的交易员，这个时候马上要止损，甚至还可以做空。当然我不建议大家做空，这个风险是很高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做空去赚钱。因为这个消息很明确，在1月份的时候，他们拥有的指数基金在他们的投资组合里面，这些股票都要被清仓，所以短时间内有这么大量的股票要抛售出来，而且是不问价钱的抛售出来，这个股价肯定会跌，而且是跌过头。所以你是短暂的投机者的话，大胆一点，做空的话一定也能够闭上眼睛赚钱。那我作为一个投资者，特别是价值投资者，那就要首先明白每一家企业它的价值，而当这个股价低于这个价值，而且是低于这个价值很大的一个折扣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安全边际的时候，就可以大胆的去购买这个股票了。著名的价值投资者股神巴菲特用挥棒来做这个比喻，他说买股票就像打棒球，不需要每一次看到球来都去挥棒，而当你看到这个球符合了许多的条件，你的胜算很高的时候，你才去果断的挥棒。那什么让我当时有这么大的信心去重仓的压住这6个股票呢？那第一个我的分析就是这6个股票他们主要的业务全部在中国内地，比如说中移动、中电信、中石油、中国交通建设、中国通讯服务和中车这6只股票，他们的所有的业务都在中国内地。特别是中移动或者中电信作为电信业，他们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不会因为特朗普的打压而损失，所以在企业的价值方面是没有改变。但是在短期内，投资者需要抛售，甚至刚才有说过，有些人会去做空，使到股价跌很多。这么大的抛售量一定会把价格跌得好惨，就算要捞底的人都不敢去捞底，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安全边际了。那因为我是清晰，我是价值投资者，巴菲特也说过，就算股票市场未来5年不开，如果你也感觉舒服，可以买入这些股票的话，那你就可以投资了。所以我当时感觉，就算最差的5年内这些股价不回涨的话，假设这个股票市场没有开，我也会是安心的持有的，因为这些公司除了业务稳定之外，派发的股息也是相当的丰厚。刚才讲过，这些股息也超越了10%。我记得当时中海油的股价大约是7块左右，而中海油在过去3年半派发的股息基本上已经把我当时7块多买入的股价全部拿回来了。但是现在中海油的股价是22到23块左右，那基本上我的成本全部已经通过股息拿回来，这个股票还有23块，到底这个回报是几呢？大家可以做个功课，在留言区告诉我哦。那我每年稳收这10%的股息 ，Why not？ 那当然，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我意料之外的，就是中国的企业也想争气，给美国人看你们的损失是多大啊！所以中国后来政府和企业都是注重市值管理，
利，通过派发高的股息和回购股票来提升股东的回报。那所以这些企业业务没有影响，每年派发高的股息，这些股息折算到现在的价值，用 DCF 折算到今天的价值，就能算出来他们企业的价值了。那其实这些机会不是特朗普的时候才有的，拜登的时候也有打压不同的中国的公司，使到这些公司的股价也是跌得好惨。问题就是大家能不能自己做功课，敢于在整个市场悲观、股价暴跌的时候，大家有信心去捞底了。那所以我们平时不需要拼命的去买卖股票，像巴菲特所说的，我们是耐心的等待机会出现，只要1年2年内出现一次像我刚才所说的特朗普送大礼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得到非常卓越的回报。刚才七爸爸的分享真的是价值满满啊，而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买一个股票之前要做很多的功课和分析，而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才有这个信心去回报。而七爸爸呢，是总结了他过去30几年的投资经验和选股的逻辑，把它集中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选股5部曲的课程。而这一套选股5部曲也让10年前只有11岁的我也能够听明白，并且开始了我的投资生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点击连接了解更多。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次再见。